每一個時代的輪廓，最終都是由其標誌性的奇蹟材料所鍛造的。正如鋼鐵定義了鍍金時代，半導體點亮了數字時代，我們現在正站在一個由 AI 這種無限大腦所開啟的全新紀元邊緣。歷史給出了一個殘酷的教訓：誰掌握了定義時代的材料，誰就掌握了那個時代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我們來解讀一篇來自於 Notion 的創始人 Ivan Zhao 的精彩文章《鋼鐵、蒸汽機與無限大腦》。作者試圖從鋼鐵和蒸汽機的歷史裡尋找 AI 時代的答案，新奇而又有趣，希望大家喜歡。回望1850年代，安德魯·卡內基還只是匹茲堡泥濘街道上奔跑的電報員。彼時，6%的美國人被束縛在土地上從事農耕。然而，不到2代人的時間，他與他的同僚們就用鋼鐵強行鍛造了現代世界，將馬車變為鐵路，將燭光變為電力，生鐵讓位給了鋼材。然而，這種宏大的轉型往往被當前的迷霧所掩蓋。今天，在舊金山這個充滿了通用人工智能狂熱的科技先鋒城市，絕大多數工作者依然沒有真正感受到變革的觸感。我們正如馬歇爾·麥克盧漢 （Marshall McLuhan） 所言，透過後視鏡駛向未來，未來總是偽裝成過去的樣子出現。早期的電影看起來像被攝像機固定拍攝的舞台劇，早期的電話簡練得像電報，而今天最流行的 AI 形式聊天機器人，不過是在笨拙地模仿過去的 Google 搜索框。我們正深陷於每一個新技術週期都會經歷的尷尬過渡期。對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，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不確定的答案。1980年代 ，Steve Jobs 受1973年科學美國人關於運動效率研究的啟發，將個人電腦比作大腦的自行車。然而諷刺的是，儘管後來我們鋪設了名為互聯網的信息高速公路，幾十年來，我們卻依然是在這條無限速的高速公路上費力地蹬着自行車。直到今天，大多數知識工作依然是人力驅動的，而這種低效的平衡正在被打破。突破口首先出現在知識工作的大祭司程序員群體中。以 Notion 的聯合創始人 Simon 為例，他曾被視為10X 程序員，但如今他已很少親自編寫代碼。相反，他變成了一名無限大腦的管理者，同時指揮着3到4個 AI 編碼代理。這些代理不僅打字飛快，更具備思考能力。Simon 只需在午餐或睡前將任務排隊，他們便在他離開時持續工作。這讓他進化為一名30到40倍工程師。問題是，為什麼這種從騎車到開車的質變，首先在程序員中得到普及，而不是在其他知識工作者中？究其底層邏輯，在於2個尚未解決的物理障礙：上下文的碎片化與結果的可驗證性。編程環境是一個高度統一的宇宙 ，IDE、代碼、終端，而一般知識工作則破碎地散落在 Slack 的聊天記錄中、SharePoint 的文檔裡和各種數據可視化的儀表盤上。人類不得不充當那個低效的生物膠水，通過不斷的複製粘貼和瀏覽器標籤切換，把這一切縫合在一起。在上下文無法整合之前，智能體只能被困在狹窄的應用場景裡。第2個缺失的要素是可驗證性。代碼的神奇之處是可以通過測試和報錯來驗證它，但我們很難量化驗證一份戰略備忘錄的優劣。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，我們就像被困在1865年的紅旗法案陰影下。該法案曾荒謬地要求每輛汽車前必須有人揮舞紅旗開道。這種原始的人在回路中，正是阻礙速度的元兇。當視線從個人轉向組織，我們看到的是一場關於組織結構的物理學危機。現代公司本質上是一個工業時代的產物。現代公司制度和組織架構圖是隨着鐵路公司演变而來的，因為鐵路公司是第一批需要協調數千人跨越巨大地理距離的企業。隨着規模擴大，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像用木頭建造的摩天大樓一樣，因自身的重量而崩塌。為了理解未來組織的形態，我們需要借用2個歷史隱喻：鋼鐵與蒸汽。在鋼鐵普及之前，建築受限於鐵的脆重，往往止步於6-7層。是鋼鐵的柔韌與強度重塑了建築的骨架，讓牆壁變薄，讓像1913年在紐約竣工的沃爾沃斯大樓這樣的奇蹟成為可能。
AI 正是現代組織的鋼鐵，它能夠作為新的承重牆來維持工作流的上下文，將過去耗時2小時的對齊會議壓縮為5分鐘的異步審查，讓原本需要層層審批的決策在瞬間完成，從而支撐起真正的規模化擴張。另一個隱喻來自蒸汽機。工業革命初期，工廠主僅僅是用蒸汽機替換了水車，卻依然將工廠束縛在河邊，生產力並未發生質變。這正是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，試圖將 AI 聊天機器人像補丁一樣綁在舊的工作流上。真正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於工廠主意識到他們可以徹底脫鈎，他們將工廠搬離河岸，在離工人、港口和原材料更近的地方建立了更大的工廠，並且重構了整個生產線，生產力隨之爆炸。第二次工業革命真正腾飞。在 Notion 內部，這種重構正在進行。除了1000名人類員工，已有超過700個 AI 代理在處理從會議記錄、部落知識合成到 IT 請求處理的各類重複性工作。這種變革最終將重塑整個經濟體的物理形態。幾個世紀前，我們的城市是佛羅倫薩式的，以人類的步伐為尺度，40分鐘即可橫穿全城。生活的節奏取決於聲音傳播的距離。然而，當鋼鐵框架支撐起摩天大樓，蒸汽機驅動鐵路連接腹地，城市突破了生物學的限制，爆發成為了東京、重慶或達拉斯這樣的特大城市。這些巨型城市雖然讓人感到迷失、渺小且難以融入，但這正是規模的代價。它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自由。更多的人以更多的組合做更多的事。這是以人類為尺度的文藝復興城市所無法承載的。目前的知識經濟儘管佔據了美國 GDP 的半壁江山，卻依然運行在佛羅倫薩的實木結構中，以數十人的團隊為單位，被郵件和會議的低效節奏所束縛。當 AI 代理大規模上線，一個超級都市可能就會來臨。組織將包含數千個代理與人類工作流跨越時區，連續運行，不再等待人類醒來。也許年度回顧和季度計劃的節奏將不再適用，但我們將獲得令人戰慄的速度與規模，一種全新的由機器與人類共同編織的城市化文明。走出水車時代，所有的奇蹟材料都要求我們必須打碎那面後視鏡，去直視未知的風景。當安德魯·卡內基注視鋼鐵時，他看到的不是鐵軌，而是城市的天際線。當蘭開夏郡的磨坊主注視蒸汽機時，他們看到的不是轉得更快的水車，而是徹底擺脫河流束縛的自由。此刻，我們仍停留在水車階段，將聊天機器人硬塞進人為設計的工作流中。這是對時代的誤讀。我們需要想象的是，當人類組織被認知的鋼鐵加固，當繁瑣的事物被委派給那些永不疲倦的大腦時，知識工作將進化成何等壯麗的形態。謝謝收聽，我們下期再見。